的同学们好，大家晚上好。我很荣幸受邀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点我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小小的心得吧。当然我应该确切的说是这个心得的一部分啊，因为我自己做的事情就是包括有这个无币区块链的行业演进，包括有这个挖矿的矿池，对吧 ？Mempool， 还有包括我们的打点钱包啊，那这些都是我自己在这个区块链行业去探索的内容范围。然后在开始之前，我先做一下简单的这个自我介绍啊。我是谁啊？我是来自2011年的比特币矿工啊。2011年那个不知道在座各位是不是？我看你们现在大学还没毕业嘛，对吧？那么按这个年纪来看的话，应该还是小学生阶段，差不多。其实蛮早的，离现在10年了。那么我自己是经济学背景的，我大学本科学的是经济学专业啊，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同时，我又是一直从事互联网行业，在互联网行业里面，我不是做技术的，但是对技术略懂一点。这个做产品经理，产品经理这个职业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属于什么都能研究一点，什么都能懂一点，什么都能做一点。但是在整个学术界、学术圈子啊，包括大学圈子里，其实没有专门叫做互联网产品经理或者说产品经理这么一个学科的，对吧？所以大家的这个学术或者说学习的这个经验，跟你之后想走的这个路径、职业的路径不一定是完全能够匹配的，可能变化会非常之大。正好像说现在大家在说区块链发展如火如荼，国家紧缺区块链人才，对吧？但是是不是真的你最终在做区块链的这些先驱们、先烈们，对吧？都是学区块链专业出身的？那没有，我们其实很多学校连区块链专业、区块链课程都还没有，对吧？是感谢汤老师这个给我们这么一个机会哈，或者说能够带着大家，我们一起在这个新的技术领域做一些简单的探索、初步的探索。所以我今天考虑到说大家在这个领域的了解的东西会比较少，所以我更多的可能是做一些这个比较粗浅的一些介绍。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啊，是我自己也理解不太深刻。所以如果说在这里面有一些概念、有一些东西不太理解的话，大家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记录，然后回头去上网搜一下，对吧？这个我自己觉得本科学习其实不是学专业，那个是专科。本科学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对信息的分类、搜集、采集，对问题的这个探寻的这个能力，所谓科研能力，对吧？因此，我在这里面就简单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关于比特币挖矿的一些前后的一些原理和博弈哈。我自己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比特币？是2011年，然后我经历了什么？从 CPU 对吧？电脑 CPU 挖矿、显卡挖矿对吧？ASIC 挖矿的各个时代，现在又出现这个硬盘挖矿，我对这个也保持着有趣的好奇心，但是目前还没找到它的背后的原理机理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同时我也创办了一个公司叫博玄哈希，这个是博玄这个名字啊是音译自 blockchain 是创办的是比较早，我们在2016年开始尝试在比特币在区块链方面进行一些探索。那么这个公司主要是做什么？主要是做企业和普通日常应用中的区块链的结合。那这部分结合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响应国家号召嘛，我们做的是无币区块链，之后也会涉及到一些这方面内容。一个公有链它怎么会做到无币区块链？它怎么个无币法？它跟矿工之间的博弈会是一个什么样有趣的关系？好，我之后会有也会涉足这方面的内容。同时，我也是创办了一个矿池，这就是今天讲的这个主体嘛 ，Mempool 的这个矿池，是在网信办进行了区块链服务备案的这个合法合规的企业。同时我也是打点钱包 The Wallet 的创始人。那钱包里面看起来是有钱其实里面没钱，都是币那么以后可能连币也没有了，因为搞无币区块链了嘛，对吧？那钱包管的是什么？可能是管的是用户的身份、数据、私钥、授权、健全等一系列的内容。最后我也是这个比特币协会的中国大使和 Bitcoin SV 技术标准委员会的创始委员。
OK，这就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背景，只是一个自我介绍。现在我要跟大家这次主要说的就是这个区块链和比特币这个方向的内容。那么在我看来，其实区块链技术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东西，并且很早就有类似的数据结构来表述，但是它并没有真正的发挥巨大的价值，直到比特币的出现，为区块链带来了经济上的激励。通过这样的有机的结合，才让区块链技术获得了广泛的认知，并且逐渐发挥了它的这个叫创建信任的这个功能。那么，比特币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激励？背后是有什么样的原理？要考虑哪些方面？今天我会跟大家详细的做一个解释。什么是比特币？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想在这里面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哈，你们谁能这个？第一个问题要自告奋勇，我就不点名啊。这个谁能站起来说一下自己认为什么是比特币？有没有同学愿意说一下的？那好，是基于区块链技术而产生的一种虚拟货币。好，就是比特币是虚拟货币，是吧？就是我们跑那些修饰语，对吧？主语就是比特币是这个的是个虚拟货币，对吧？那么好，这是一个挺有趣的定义啊。那就虚拟货币的定义是不是就像大家想的那个 Q 币啊？这个 OK， 好，这是一种解释。有没有其他人有其他看法？我这里说另外一个角度的解读，比特币是什么？在比特币的白皮书里面对比特币其实有了一个很充分的定义，它叫 We define an electronic coin as a chain of digital signatures。所以这句话翻译过来什么意思啊？就是中本聪先生在比特币白皮书中定义这一个电子的货币，这个电子的币 electronic coin， 对吧？它是电子的币，它是什么呢？它表现为一种数字签名的链条，它不是区块链，对吧？没有区块链，它是数字签名的链条。OK， 那这里面会引入一个概念啊，你们要知道什么叫数字签名，对吧？这个好，我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啊，这个回去自己百度。它是一个数字签名的链条，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张支票，支票在不同人的手里面传递的时候，你会在后面有一个叫背书，对吧？我用支票付款，然后收款的商家收到这个支票以后，他还可以在后面再签上自己的名字，再把这张支票再传给他的收款人，他可以再把它用作付款工具。好，简单的我们可以把比特币理解为是一种支票。那么在支票的情况下，其实它就有这么一个有趣的事情，就会开空头支票，对吧？我们说这个某个人不太靠谱，就净开空头支票。那什么叫开空头支票呢？在比特币领域，我们把这个理解为叫双花，就是你账户上面其实没有这个钱，但是你把这个钱给开出去，开给别人了，或者是你原先你账户上面这个只有100块钱，然后你把100块钱付给 A 商户，然后同时在 A 商户没有察觉的情况下，你可能再把这100块钱又付给了 B 商户，然后这叫双花，叫 double spending， 对吧？一笔钱花2次。好，传统意义上我们解决这个双花问题啊，我感觉这部分很基础啊，但是之前这个李惠子女士应该跟大家有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了，应该是。好，传统的意义上，我们解决双花问题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一个中心化的信任机构，由它来决定哪一个支付是合法的。这个中心化的机构，我们把它叫做 Trusted Third Party， 叫做 TTP。这个概念很重要，大家要记下来。TTP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然后这个概念大家可以回头在课后有想了解的，可以继续的延伸阅读一下。为什么说这个概念很重要呢？是因为整个比特币和区块链都是围绕着怎么去掉 TTP 而产生的。
所以它很重要嘛，对吧？这个它是整个区块链的敌人呐、你不了解这个敌人，你怎么说能够什么颠覆改变全人类，对吧？所以传统我们讲，我们解决这个双花问题用的是需要信任一个第三方，就好像我在银行里转账的时候，它的核心不是说我转了账，然后我给你发了一个凭条，对吧？这个转账就完成了，然后你拿这个凭条就随便去哪就能把钱取出来了，不是这样的。你需要信任银行在你的账户上给你记账了，给你代记了，对吧？他从我的账本上把我的余额借记掉，然后在你的账户上把它代记进去，这样你才收到了这笔钱。你需要相信银行给你的这个结果，或者你需要相信微信，相信支付宝，对吧？那么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解决了这个中心化信任的问题？当然在这个问题之下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角度，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解决这个中心化信任问题？相信银行不是挺好的嘛，对吧？相信支付宝不是挺好的嘛？这里面背后其实带来了这个，我们不能说这种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认为它是个问题，是一个共识。当然，总是有人觉得说我希望方便性，有很多人说啊，著名的这个百度的那个创始人 Robin 又说过这样，就中国人不需要隐私的，对吧？这是他的看法。你在进行各种支付、各种转账、各种资金的往来的时候，其实你是留下了大量的重要的数据，而这部分数据是你的很重要的隐私信息啊，对吧？像我这么胖，我在减肥，然后我太太就说你都不能吃零食，不能吃甜食，我嘴巴很馋，对吧？然后我就悄悄的去买了点巧克力豆，然后这些信息其实是我的隐私信息啊，结果不小心被我太太发现了，完了。就得归流连了，对吧？那这部分的信息，它对于参与者本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信息，是很重要的信息，但是它可能，很容易的被一些第三方进行搜集，对吧？采用，包括我们有遇到的这个之前有讨论的一个内容，就是像那个。买这个机票啊，携程订酒店的时候，就是你会因为你的有些隐私信息的泄露，他们就会对你的这个做这个价格歧视。我发现一位老板过来买订机票、订酒店的时候，他用的手机是当前最新款的，对吧？这个华为那个什么什么特别贵是吧？保时捷的，我识别出来了以后，我就觉得他很有钱啊。那遇到很有钱的客人，那不得多宰一刀吗？给你的价格就特别贵，是吧？杀熟怎么来的？是因为他跟你熟啊，熟了才会杀你啊。他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采集了你的背后的隐私信息，采集了你的支付信息，然后进行价格歧视。好，在经济学上面，价格歧视是影响分配效率的。它会影响消费者，就是对消费者来说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刚才说的，我们讲比特币是一个数字签名的链条，所以里面没有讲到区块链。那么区块链是什么？我可以把区块链类比为它是账本的，是个账本，是构成这个账本的纸张。区块链不神奇，它只是一个本本，重点是在区块链上面写入的信息是什么？比特币就是我刚才说的电子签名的链条，这个数字签名的链条，它是这个账本里面的核心的内容。我们使用不同的账本、不同的区块链纸张来写的信息可能是同样的。那么我们说它和我刚才说的这个 TTP 就是可信第三方有什么
关联呢？这个可信第三方就是用来去决策，在这么多不同的账本的版本里面，哪一个账本上面写的内容才是需要被大家接受的一个真实的内容。我们记录的内容是比特币的流转，比特币的背后的这个数字签名链条里面所承载的数据是账本的核心内容。区块链，比特币区块链是一种承载比特币账本信息的载体。好，接下来我就会从这个载体的结构出发，跟大家具体的说一下这些账本信息是如何记录在账本上的，而这个账本的记账权，这个不同版本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差异，和背后会产生怎样的博弈。大家看，这是一个叫区块头的结构。好，在区块链里面，我们说区块链是什么？就是一个区块链着上一个区块。啊，这个大家是不是有没有这个准备知识啊？每一个区块都有向上一个区块的指针，然后一环扣一环，形成了一个链条，对吧？这个叫区块链。其实区块链它不是区块和区块之间的链条，错了，它是区块头和区块头的链条。本质是看区块头。那么区块头的结构是什么？它其实就包含这么几个内容啊，一个是版本，第二个是上一个区块头的哈希，第三个是默克根，第四个是时间、难度，然后杂凑随机数，还有交易。其实一个区块头只有上面的这些黑色字体，这以上的这些内容是区块头，下面这个其实是区块体。因为有了默克数的结构，我们可以把区块体的内容，就是下面的每一个交易顺序排开的，我们讲一个区块嘛，就把这个打包，对吧？把很多书本一个个放在叠在一起，然后打包形成一个包。这个包有一个哈希，叫做默克根。我们可以把哈希当做是一个身份证号，或者是个指纹。它是个单向的。就是在中文里面，学术里面也许有的时候把它叫做杂凑函数。它是个单向的函数，是个 function 啊。它的输入部分是原始的这个内容，就是你的原来的这些交易；输出部分是一串这个字符。那么它有这么一个性质，当你的输入的这个数据的内容，只要有任何的改变，就会让这个哈希的内容发生巨大的变化，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你无法通过构造，或者说你很难通过构造你的原始内容，使它的这个函数哈希函数的结果是你设定的那个值。然后这些交易它形成了一个总的哈希吧，我们把它叫做默克根。它其实实现这个事情的方式，并不是说把所有的这个交易首尾相连以后，把它整个形成了一个包，然后对这个包进行哈希，得出一个指纹。它是形成了一个树状结构，让这些交易两两配对一个哈希，把这一层的哈希里两配对，形成上一层的哈希。那么这是一个逐渐二分的这个方式，对吧？如果你有16笔交易，那么你会生成16个哈希，16个哈希会再上一层生成8个哈希，再上层就是4个哈希，
再上层就是2个哈希，再上层是1个哈希，它都是两两配对，每一层上的哈希两两配对。如果是奇数的话，就是把最后一个元素复制一份，又形成了偶数，然后再两两配对，最终会形成一个叫做默克尔根，这个数据结构叫做默克尔树 （Merkle tree），M-E-R-K-L-E， 对吧 ？Merkle tree， 它是个树，或者说倒着的树。树根就是最下面的那个，就是我们说算出来的最终的那个哈希。它的特性就像我刚才说的，你里面的每一个数据只要改变一点点，就会让这个默克尔根的哈希发生巨大的变化。你无法通过人工的去构造底层的交易的原始数据，来让这个默克尔树的这个根是你成为你想要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方式，我们解决了什么问题啊？就是当一个区块的区块头确定的时候，好，就是上面我刚才给你们画的这个区块头哈，黑色的这一部分，当它确定了以后，下面的每一个交易的内容，每一个字节都确定了，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你可以通过没有获取到这个区块里所有交易的情况下，你只有一部分信息，通过一个叫做默克尔证明的方式来证明你所拿到的某一笔交易确实是这一整个区块的所有交易中的一部分。你要证明这一点，只需要拿到这个某一个交易所在位置的默克尔路径。好，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这个 Merkle tree 的这个数据结构的特性，所以我也不会详细的展开阐述，我就是告诉大家，想了解这部分信息，你可以去看一下什么叫做默克尔树，它的特性是什么，就会对这个概念有进一步的了解了。结论就是，第一，区块链的我们说的它的不可篡改性怎么来，是这么来的，你每在里面改一个字节，任何的变化，那么在默克尔根上都会反映出来，这个默克尔根将会完全不一样。因此，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证明你的数据的完整性 （integrity）。第二，你证明你的数据没被改过，其实有很多种方式啊，但是你可以通过只保存你原始的数据，加上默克尔证明，就是这个默克尔路径的这个方式，来证明你的数据是原始数据的那一部分，是这个区块数据的那一部分。这一条才决定了我们可以在区块中包含超大海量的数据，又能够让我们的用户能够以极低的成本来对数据的完整性进行校验。这些区块头信息首尾相连。我们为什么说它是首尾相连？因为这里面第二行 previous block header hash， 它说的是上一个区块头的哈希。你每一个区块都向上一个区块有一个指针，对吧？指到了上一个区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们首尾相连，就好像老鹰捉小鸡，对吧？每一个小鸡都往前大的，那么形成了一个链条啊，这个比喻应该很形象。这是比特币的账本结构。平均每10分钟，在 BSV 的网络上会出现一个
新的区块。这个区块包含有 blockhead 的区块头和交易列表。区块头信息就是我刚才说的，有版本、上一个区块哈希、墨盒根、当前的时间、难度，还有这个杂凑随机数构成。然后，因为区块头的有上一个区块的这个哈希，有上一个区块头的哈希，所以我们让左侧的这个区块首尾相连，连在了一起，是因为这里的这个 previous block header hash 带来的特性。然后，区块头中的交易列表中的每一个交易，我们把它叫做交易事务，叫 transaction， 对吧？这个交易里面就包含了下面的这些字段：版本、log time、输入的数量、输出的数量，然后是输入的列表、输出的列表。在这里，它如何体现了我刚才说的数字签名的链条的这个特性？好，我们来看看这里有一个，首先每一个交易这里有一个输入和输出的数量，那么这里面在当前这个交易里面显示的是2，就说明在这一个交易里面有2个输入，2个输出。所以在输入列表和输出列表里面就有序号1和序号2，这一块序号1和序号2。然后在输入列表里面，它列出来的是叫 all point 1，这是第一个 all point 1。第二个就是 all point 2。这个 all point 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向上一个交易的输出的一个指针。它是包含了2个数据，第一个数据是上一笔交易的哈希，第二个数据是我想用的那个输出在上一笔交易的这个 output 那个 list 里面是第几个，它的 index 是哪个？这个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成功的把不同的交易链接在一起了，因为我的每一个输入部分全部都指向了上一笔某一些交易的输出。好，你会发现这个结构就跟那个区块头的这个结构是很类似的，对吧？一个往前指向上一个。然后在这时候呢，我为了证明我能够动用上一笔交易里面的那些钱，对吧？锁在保底潜柜里的钱，我要交出我的钥匙。这个钥匙就是这个 unlocking script 这块。当处理交易事务的比特币节点矿工们验证了你确实有权利动用之前锁定的那些金额的时候，你这个 unlocking script 对吧？解锁嘛，你的解锁的这个脚本匹配上你的锁定脚本，就是通过这个我们往前找的这个 all point 里边获取到的锁定脚本匹配在一起，能够解开这个锁，打开这保险箱的时候，就证明你有了这个打开保险箱的权利。好，往往我们在这里面的 unlocking script 就是一个数字签名。因此，我们说比特币是由一串的数字签名构成的。好，道理是在这里。但是你取出来这些钱以后，干嘛呢？如果你在后面这个 output 这部分你没有留下内容的话，那么这里面的比特币就没有了，它就丢掉了。其实不完全是丢掉了，有可能会被捡到这些比特币的矿工打包了这个交易的矿工给收走了。这里面印出来的就是
交易手续费。在比特币交易里面，它的手续费是由所有的输入和所有的输出之间的差额来决定的。矿工在处理每一笔交易的时候，都可以尝试着把这些交易当中所包含的手续费添加到自己在获取这个区块奖励的时候的那个值里。我们说，当前每打包一个区块，矿工能获得的区块补贴或者叫区块奖励是6.25个比特币。那么你多打包了，比如说假设有一个付了巨额的0.1比特币手续费的交易的话，那么矿工将可以在这个 Coinbase， 就是我们讲获取奖励的这个交易里，为自己转入6.35个比特币，就是6.25加0.1，那0.1就是由提供了这个交易手续费的交易中的输入和输出的差值来决定的。这里有一些共识规则，就是矿工在处理交易的时候，他不能无中生有的造币，也就是他不能让自己的输出大于输入加手续费。矿工在打包交易的时候，处理这个交易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形象的看作是，他从一个保险柜里取出了金子，然后把它放到下一个保险柜里。下一个保险柜的序号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output list 里面的 locking script。locking script 就是这个保险柜，它是每一次都是把比特币从一个保险柜里面拿出来，然后用小刀在那个金块上刮一点做手续费，把剩下的部分再放到下一个这个保险柜里。这里的保险柜就是每一个输入输出，它可以是多个，也可以是没有。我说的多个指的是我可以从保险柜 A、B、C 3个保险柜中取出内容，然后把它放入保险柜 D、保险柜 E。只要保险柜 D 和 E 中的这个比特币的数量是小于等于 A、B、C 3个保险柜中的比特币数量总和，那么这个交易就是合法的，在值的情况下是合法。通过这种方式，矿工可以确保比特币的数量是不会被人为的增加的，它可以确保每一笔交易都不会无中生有。那么处理这些交易的是谁呢？是节点。我们刚才说，我们希望能够去掉整个支付网络整个体系中的可信第三方，但是这里依然有第三方。这个第三方就是在网络上处理这些交易的节点，或者我们说挖矿的矿工，他们是第三方。矿工的这个整体是一个第三方，你依然需要去相信这个矿工的整体，这个逻辑能保证你的交易顺利被处理，不会受到欺诈。但是你不需要去相信某一个具体的第三方帮你做到这件事。这个比特币网络是由节点所构成的。节点是什么？节点在做这些事情：第一，把新的交易广播到所有的节点；第二，
每个节点把新交易打包到一个区块，然后每个节点开始为自己的区块去寻找一个具备难度的工作证明。好，这个工作量证明的事情我在后续会继续解释。第四，当某个区块找到了这个工作量证明的时候，它就要把这个区块广播给所有节点。5，其他节点当且仅当区块中的所有交易都是有效的时候，并且没有被双重支付 （double spending） 的时候，才接受这个区块。那么，节点接受区块是什么意思呢？是节点在创建下一个区块的时候，是把被接受区块的哈希当做新区块之前的这个哈希，我们叫 previous hash 嘛 ，previous ball header hash， 来向这个网络表示自己接受了这个区块。这部分的内容在比特币白皮书中也有的，所以大家可以不用记录啊，回去下一下比特币白皮书，然后通读一下，前后反复的看一看就好了。那么接下来就开始煮菜了哈，前面都是铺垫。我们运行这个节点软件是为什么？为什么有人要去运行节点软件呢？为什么？好，这个问题留给大家。那个有谁自告奋勇的告诉我，你们认为为什么要去运行这个节点软件？为什么有人愿意去运行这个节点软件？他做了这么多事情，对吧？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情？谁能告诉我？好，他可以获得比特币是吧？好，这是个不错的答案。对，有没有更好的答案？我觉得说的不够好，有没有？好，我开始点名了哈。好，您能回答一下吗？我感觉它这可能就是节点软件可以用来证明其他地方的交易。好，节点软件可以审查交易是吧？对。还有什么？没了。好，请坐，谢谢。好，我运行节点软件可以干嘛？可以审查交易。审查完以后，你发现某个交易有问题的时候，你能干什么呢？你如果不挖矿的话，好，你什么都做不了，你只能看着它不一样。我们运行节点软件可以用来保护这个比特币账本嘛？说是一旦有人这个偷偷的改了比特币账本，我运行的这个软件我就可以保护它，不让别人改嘛？是这样吗？我们运行节点软件是为了什么？为了更好的去中心化，对吧？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节点软件，都运行一份节点软件，来实现比特币账本的分布式。每个人手里都保存了一份这个全世界所有人、其他人交易的信息，以此来确保比特币账本的去中心化，是这样的吗？运行节点的目的是为了要发财啊，所以我刚才说，这位同学说的很对，是为了能够挖比特币啊。可挖比特币的目的是为了要发财，这是经济激励。如果挖了比特币它不能发财，你用它干嘛呢？那没啥用。确实，我们挖出来的比特币，我们讲挖出来的比特币，就是我们说在区块区块的第一个交易里面，能够无中生有的为自己矿工自己转账转一笔这个包含了区块奖励和手续费的这个交易，这个交易叫做 Coinbase 交易。这个 Coinbase 交易就是矿工的所得之一一部分，主要的部分。矿工并不是获得了这个交易以后，或挖出来这个币以后，马上就可以把它卖掉的。为什么？因为在比特币网络里，会有可能出现区块账本的分歧。
可能会出现估坏、分叉各种情况。所以，为了保护这个网络的参与者，有这么一个规则：只有当你的挖出来这个区块之后，还有100个区块构筑在你之上，那么平均每个10分钟就是1000分钟，对吧？差不多这个10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只有超过了100个区块为你的区块投票的时候，接受了你的区块的时候，好，我们回顾一下刚才我说的，每一个节点是如何表示出自己接受了某一个区块呢？是愿意在这个区块上构筑自己的新的区块，让它成为自己的上一，就是这个 previous block header hash 前一个区块的一部分，对吧？表示它进行接受了。当这个网络中有超过100个区块都是构筑在这个某一个区块之上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认为啊？可以认为说，可能这个网络里面的大多数这个节点都认可了这个区块，对吧？因为比特币的这个出块的时间间隔平均10分钟嘛，那么100个区块，它所需要的计算量可能是占整个区块链中的计算量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了。所以，矿工挖矿，它的核心并不是说我要去解了那个数学难题，我挖出来了，我就有效。我只要我算出来这个数学难题，就像我前面说的，节点软件是吧？它找到具备难度的工作证明，找到了以后，他就拿到了这个奖励吗？不是的，他找到了这个区块的哈希，让他这个哈希小于某个具体的数的时候，他还要让这个结果被其他的矿工所接受，所以他一定要成为最长链的一部分的时候，他才可以获益。不是说你挖出来就行了，挖出来不够，你挖出来还要让其他所有参与者都认可你，都愿意在你之上构筑新的区块的时候，你才能获益，你才能有收入，否则你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的。因此，我们达成了共识，这是对达成了一致状态的信息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讲一个区块它的确认数越多，所谓确认数就是这个区块之后附加的新的区块的数量，有0确认、1确认，对吧？从当前区块开始，我的交易被打包到区块里的时候，一打包区块里的时候，我就获得了1确认，因为已经有一个区块包含了这个交易，包含了这个信息。当这个区块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更多的区块附加在背后，这个区块链的链条越来越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更大的信心，觉得说这个区块确实被其他矿工节点所认可了。这是一种认同，这种认可就达成了共识。所以矿工在争取的是如何让自己能够成为这一个共识的基础，让其他的矿工愿意在自己的区块上进行投票，获得其他矿工的认可。所以在比特币白皮书中，周本聪写了这一点 ：They vote with their CPU power, expressing their acceptance of valid blocks by working on extending them, and rejecting invalid blocks by refusing to work on them。 好，这里提到2个点，我接受它，接受这个区块，我就开始工作，开始在尝试的去延长这个区块，去发现
下一个区块，或者拒绝这个区块。我判断这个区块不对，他打包的交易信息我不认可，好，我就可以拒绝它。在这种方式下 ，any needed rule be enforced with this consensus mechanism， 什么意思啊？任何所需要的和这个激励的措施，都可以使用这种共识机制来予以强制执行。矿工并不制定规则，但是矿工是 enforce 这个规则。好，刚才有提到这个，它怎么用 CPU， 用这个计算能力来进行投票？它为什么不能用别的方式？比如说，我可能发现的最早，我轮流，对吧？这个抽签，对吧？随机数，对吧？为什么？这个答案也在比特币白皮书里面有，留给大家一个思考题。这种决定一致性的这种投票，能不能有其他的机制？有没有其他的机制？好，我在这里我也不展开说，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很前沿的一个方向。我是不是一定要用这个傻算的这个 CPU 计算啊？这段时间大家可能在新闻上又看到，大家说你们比特币挖矿哈，浪费能源，对吧？对实体经济没有帮助。很多人都说这个用在比特币挖矿上的电力已经超过了瑞典这个国家整个国家电力的总和。好，那么能不能节能减排一下？有没有一些什么手段能够让它变得更便宜呢？好，这是确实是一个很前沿的课题。虽然我认为可能没有更好的方案，但是直言吧，也有一些其他的人认为确实找到了更好的方案。比如说可以用存储空间 ，proof of 这个 space and time， 是吧？用这个权益证明 ，proof of stake， 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决定这个。但是从比特币出发，其他的公有或者联盟链的这个组织方式是类似的，他们一样也需要投票，是使用了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投票，以及他们的每一个账本的表现形式有点差别。有的账本直接给你的是一张白纸，有的账本给你的是不同的这个账本，空的账本来让你填写而已，大同小异啊。那么我这里着重说的就是比特币中的机制，叫做工作量证明。刚才有说节点干什么？节点干的是，对吧？第三点，每个节点开始为自己的区块找一个具备难度的工作证明。好，那么我再回来，工作量证明是什么 ？Proof of Work 是一个昂贵的信号机制，它非常的昂贵，并且难以创建，但是又可以简单廉价的进行验证。好，那么怎么做到这一点呢？其实就是我们在创建一个区块，并且在创建这个区块头的时候，不是随便任何人你打包了一个区块，然后就获得了这个所有交易的这个默克根，然后把默克根和时间和难度和版本是吧和这个杂凑凑在一起，你就得到了一个有效的区块吗？得到了一个有效的区块头吗？不是的，你需要让这个区块头的哈希值小于某个特定的数，这就意味着说，
原先我的区块头的哈希是随机分布的，我一个哈希函数哈希了这个区块头的数据，对吧？它出来的这个哈希值是个随机数，基本是平均分布在结果空间里的，均匀的。但是我要求一个合法的区块头的提交，它必须让我这个哈希小于某个特定的数。那么我把哈希的这个过程，尝试哈希的这个过程，把它类比于一个抛硬币的过程。我们讲区块头的哈希是一个256位的数据，那就是64字节，不是256位是多少？32字节。其实是256个硬币啊，放在你手里面，每个都是0和1，正面和反面，但是它编了序号，然后你手里面抓着这256个硬币，开始从第一个开始扔，抛在地上。只有当前面出现了，比如说连续的20个这个0，好，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这个结果抛硬币的结果才被大家所接受。这个事情是很难的，对吧？它需要经过大量的抛硬币的计算，才会得到这么一个结果，就是你连续的抛256个硬币，按序号来抛，前面要有几十个0。因为哈希函数的这个特性，所以我们并不能够靠主动的去构造我的原始数据来操纵哈希的结果，来让我这个哈希一定前面是出现什么数。好，这是哈希函数的特性。所以我要达成这一点，我只能怎么做呢？暴力破解。所以有这么多比特币挖矿的这些机器啊，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在不断的抛硬币，直到每10分钟抛出来一个结果，然后他们把这个结果发给其他的矿工节点进行验证。那么在这个哈希函数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其实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哈希的结果是很容易被验证的。你去抛硬币抛出这个结果，通过暴力破解算出这个结果很难很难。但是对于每一个接收的验证者来说，我只需要把你的传给我的原始的那个区块头信息。这里不好意思，中间漏掉了一点。就是我们在算这个区块头的哈希的时候，其实这里面有个 nonce， 就是 difficulty 下面有个 nonce。nonce 就是个随机数啊，它是为暴力计算而准备的一个字段。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不断的去调整、去改变中间的这个数。因为你每改变 nonce 的每一个字节，每加1，你的整个哈希会完全变化，整个区块头的哈希会完全变化。所以那些计算就是在不断的去调整这中间的这个 nonce， 期望能够找到、能够匹配到，我正好我前面有多少个0的这个计算结果。但是这个计算结果又是非常容易验证的，这是因为每一个接收方，你只要把这些已经算好的区块头数据的那一部分拿出来做一次哈希就行了，这个计算是非常快的，非常简单。所以它就是一个 NP 号的问题啊，就是它的计算非常非常难，得出这个结果暴力破解非常难，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但是它的验证却极其简单，是个不对称的。所以这样的话，它就允许我们可以不需要去验证整个区块链，你就可以验证这个区块头的链条，它的数量是非常小的，这个整个区块头的大小只有80字节，
每10分钟只有80个字节和1次哈希运算的成本。那么即使是从创世区块，对吧？2009年1月份的时候开始的那个创世区块，一直验证到现在，这个区块头在现有的设备上，可能只要花几秒，甚至更短的时间，就可以允许你对整个区块头的链条进行验证，并且它可以让我们依据工作量证明的这个背书，发出了一个昂贵的信号。这个昂贵的信号就是，你只有先构造区块，获得了区块头，获得了那个默克根，然后你才能开始计算，才能开始去用你的那么多这个服务器来进行计算，去猜测，去暴力破解那个哈希。一旦你后面的内容，你的这个区块的交易数据发生更改以后，你的前面的计算都是白费的，没有用，浪费的。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昂贵的信号。这个信号的强弱是决定了多数投票博弈的一个重要指标。所有的参与者都在使用自己的计算能力进行投票，票数的多寡是由不同参与方的计算能力、它的计算效率所决定的。又因为他们的计算得到的结果，就是我们讲区块头的这个链条是一个公开广播的数据，所以每一个参与方他才可以知道不同参与其他人的这个工作量证明的信号的强弱。你自己平均每天能够产生5个区块，你自己大概知道你自己的计算能力是多少。当你看到有另外一个参与者平均每天能够产生10个区块的时候，你就能知道对方大致是你的能力的2倍。这个猜测是可用数学方式证明的，它不是瞎猜，是不可伪造的结果。同时，这个工作量证明它不能有其他的用途。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很多人说，你比特币挖矿这些傻算的计算器，能不能用这个计算能力去做一点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计算啊？为什么能？为什么不能？如果比特币账本的价值是最大的价值的话，那么它已经创造了足够大的经济效益，足够多的经济效益了。工作量证明在这儿，如果它还有其他的作用的话，那么就会成为一个破坏这个区块链安全性的不确定因素，一个攻击向量。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的抛硬币的机器，它能且只能用来抛硬币，没有别的价值，那么你投资这样抛硬币机器的这些人，他应该把自己的所有的精力和心血用来干什么呀？维护这个比特币网络的价值上。一旦这个网络不再有价值了，一旦这个账本失去了信用的话，那么他们的这些抛硬币的机器就没有用了，这是个巨大的沉没成本。而一旦如果你的这个用来做工作量证明的这些机器，除了能够抛硬币以外，你还能干点别的事儿，根据阿罗不可能定理，就会对比特币的安全带来隐患，因为你完全可以通过虚假投票的方式攻击比特币账本，让比特币的账本失去信誉，然后你的机器还有别的用处，它的价值没有归零。这也是很多对
比特币的经济机理背后的一些错误的看法的一些根源。他们觉得说你这个是在浪费能源，我能不能不浪费能源？我能不能让这个计算变得更有价值？如果你能找到一个更有价值的使用方式，我假设说我们使用这个蛋白质折叠的计算方法来寻找、来进行投票的话，蛋白质折叠本身是一个能产生经济效益的事情。如果它产生的经济效益远大于比特币账本身的经济效益的话，那么就会有人愿意用攻击比特币账本，让比特币账本失效的方式获益，并且他发现它的没有沉没成本，它的计算能力还能够用来做计算蛋白质折叠。因此，工作量证明它一定不能有其他的用途，它才是一个有效的激励，才是一个有效的信号。中本聪之前有打过一个比方，很有意思，说工作量证明就像是孔雀的尾巴一样，在丛林里走的时候非常之鲜艳，非常累赘，是个付出了巨大的成本的事情。当孔雀开屏展示了自己美丽的羽毛的时候，用来干嘛呀？求偶。为什么这是一个求偶信号？是因为雌孔雀发现，原来你拖着这么重的尾巴，这么容易被天敌发现的，识别度这么高的尾巴，还能够在丛林的猎食者中生存下来，说明什么？你很强壮，你基因好。因此，我们说，工作量证明可以把它类比于一个非常昂贵的信号。信号这么昂贵，我们要让它创造更大的价值。节点是消耗了巨大的能源，并且具备强大的网络基础设施的，因为它要处理海量的交易，要处理海量的数据，并且要有强大的抛硬币能力。正因为此，节点是无法隐藏自身而逃脱法律的管辖的。比特币不是一个无政府的、不受法律监管的，可以用来洗钱、用来对抗政府的一个手段。很简单，最近中国政府开始说这个比特币挖矿非法了，开始清退了。好，那些鼓吹挖矿是去中心化、是反政府的、可以逃脱政府的、可以藏在深山老林里偷电、悄悄挖的那些人哪去了呢？全部都抱着自己的矿机准备出国了。你是在用了这么多能源、用了这么多电、用了这么多资源的情况下，你是不可能把自己藏起来的。一旦你发现你作恶，一定是会抓到你的人的。抓不到你的人，你能扣掉你的设备，你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你的工作量证明信号是什么呀？是公开的，这点非常重要。比特币的安全性是构筑在什么地方？不是说你的这个计算量很大，你计算量大你就安全吗？不是的，是因为你的这个计算昂贵，发出的这个信号是个非常昂贵的工作量是证明信号，并且这是一个公开接受审计、接受所有人审查的一个信号。在这个博弈之下，这是个长期持续的博弈。你有了这么强大的基础设施，你要持续的参与运算，因为你总是要跟上这个区块链的最长的这个链条嘛，你是要不断的参与的，所以你很难攻击这个网络以后还能躲起来，不被人所知。你的任何对网络的攻击行为也将是一个公开的，你没办法躲起来放黑枪，不能的。因此，对比特币网络的攻击行为是容易被检测到，
并且报告和广播的。我们说比特币它是怎么解决了我们说的需要可信第三方的这个问题？根本是在这儿。任何的攻击行为将能够很容易被检测出来，并且予以制裁和反击，让攻击者保护自己的成本非常高。因为什么？因为你的攻击行为，比如说我在打包交易的时候，我打包一个无效的双花的交易，我打包了一个这个交易里面的这个转账金额是不符合我刚才说的所有的输入必须大于等于输出的这个原则，对吧？他给自己多造了币，或者是双花，各种攻击行为，它是很容易被发现、检测出来，并且可以被报告和广播。为什么？你这里面都有数字签名的链条，它不是无缘无故能做出来的，是有责任人的，是能够在不需要第三方的情况下，我就可以举证出某种攻击行为。你判断比特币网络是否受到攻击的时候，因为它的公开性、可审计，你并不需要借助某一个第三方对它进行裁决和判断，它就可以被举证。因此，攻击者保护自己的成本更高。诚实的节点只需要向其他的诚实节点来报告。我不需要有一些中心化的机构、政府或者仲裁庭或者是这个法院来下这个公文说某种行为是攻击行为，你自然的就可以证实出所有的攻击行为。只要有攻击行为，那么诚实的节点就可以本着一个对抗不诚实行为的共识，而选择加入大多数的诚实节点。比特币的投票是一个发现多数的行为，随大溜。随大溜的核心是你要知道，大溜在哪儿，对吧？通过工作量证明的信号，我们才能知道原来更多的投票权、更多的区块是出现在哪边，哪个区块更长，在出现分歧的时候，哪一边更长，获得了更多节点的认可。第二是这个大溜的行为是不是诚实的，是不是背后有错误，是不是攻击，这个部分是可以由诚实的节点之间的协商机制、沟通机制来完成。因为每一个攻击行为背后都会有电子签名的证据存在，所以不同的节点之间如果发现网络上出现了竞争性的区块、竞争性的链条，这个区块分叉了，这时候每一个参与方会因为这个公开性去主动的寻找原因，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为什么原本跟我合作的其他诚实节点投票到了另外一个链条？我们可以主动的进行沟通，去了解。这时候，这个非诚实的攻击的这个行为报告就会得到传播。我就知道原来你选择走其他的链条，是因为你发现了一个不诚实的行为。那么，我就要跟随着诚实的账本行动。在这种集体博弈之下达成的均衡，才让比特币的系统成为一个整体的第三方。但你无需信任其中的每一个人的行为，解决了我刚才说的，你不需要一个 TTP， 因为你不需要信任它。
你可以事后去举证，可以去监督它，因为这个系统里面的每一个参与者、每一个矿工都在互相的监督，来保证这个账本的诚实。比特币是一个多领导人、多跟随者的无限的斯塔克伯格博弈。好，这里有个关键词 Stackelberg Game， 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在这里补充一下背景信息。Stackelberg Game 指的是什么样一种情况啊？这是一个博弈论中的一个情景，指的是在这种博弈下面，其实是有分强势的先行者、市场的领导者，又有跟随者，相对弱势的小的一些群体，而他们互相之间的博弈的这个选择是会互相影响的，就是领导者决定了我的产量、我的价格的水平的时候，跟随者会根据领导者的行为去调整自身的策略，来获得利益最大化，并且这种选择的策略是公开的，是可推导的，是信息充分且完全的。在刚才的比特币的这个博弈里面，这是一个存在着多领导者、多跟随者的，并且这是一种形式下的寡头垄断。它跟传统的寡头垄断又有一点点的区别，就是他们的行为是有先后的，因此会导致一些跟传统的我们讲完全信息对称和自由竞争的情况下的寡头垄断，在供求曲线的选择，在价格点的选择上是有，在均衡点上是有差异的。这里跟和领导者的信息是完全的，所有人都通过这个公开的区块链账本，知道了对方所处的状态，对方所选择的竞争策略，并且会把自己所选择的竞争策略对外进行公开，这让领导者拥有略高的一点点收益，它是具备先发优势的，所以大家都想争先恐后的去做领导者。同时，最终的结论是，这个均衡的价格会低于传统的垄断或者 cartel， 但是会相对高于完全竞争的价格。如果是在完全竞争的局面上，不是这个 Zuckerberg 的博弈下，会是怎么？OK， 我好像漏了一个事情，就是大家在竞争的是什么？竞争的是这个区块的空间的使用，竞争的是手续费不会无限降低，不会等于边际成本。为什么？就是因为 Stackelberg 的博弈下，用户是会付出略高于一点这个完全竞争下的这个成本，而这一部分的成本和用户会付出略高一点的成本，这个成本成为了矿工的收益。这部分的收益和完全竞争下的边际成本中间是有一定的差额的，这个差额就成为矿工争夺利润的来源。在这个博弈之下，工作量证明和安全性的关系就是一，任何公开的；二，攻击者他很难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让自己的攻击行为隐藏起来不被发觉，因为它消耗大量的能源，这是一个很昂贵的工作量证明信号，并且工作量证明是拥有大量的沉没成本。在公开的工作量证明信号发出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把整个模型简化为诚实节点和攻击节点的两个部分。
我们可以认为诚实节点的行为是步调一致的，攻击者行为是步调一致的，总是采取同样的规则进行行动，他们的行动的模式是公开的。诚实节点的策略是可以预测的，其他的跟随的节点会依据这个公开的信息进行独立的信号决策。大家的决策依据是什么？我刚才说，运行节点的核心是为了什么？为了发财，为了挣钱。所以大家是基于数学期望和信号判断下面的收益进行激励的。所以节点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每一步背后都有激励。为什么节点软件需要把新的交易广播到其他所有节点呢？因为只有这样做，当节点软件发现了新的区块的时候，因为里面的那些交易信息已经提前广播到了其他的节点上，所以它才能更快的让自己的这个新发现的区块被其他的节点所接受。我们刚才说，节点要获取收益的核心是它要让其他节点愿意在它的工作结果上继续投票，继续延长它的区块的，而不是它先发现这个工作量证明的结果。所以对他来说，他一个很大的激励就是要尽快的让其他节点能够收到他的所有的交易，能够尽快的完成对他的交易的验证。为什么每个节点要把新交易打包到一个区块啊？因为你每打包一个区块都能够收到手续费。为什么每个节点要去找一个工作量证明啊？这很简单，因为你没有打包权，你就1分钱挣不着。你只有通过工作量证明信号，你才能够向别人证明你有打包权，你才能够通过记账的方式为自己的这个 Coinbase 交易，使用 Coinbase 交易为自己的这个记上一笔挖矿收益。为什么你找到工作量证明以后就要把这个区块头广播给其他节点啊？因为你要尽快得到别人对你的认可啊。一旦如果别人在这个时间里跟你有可能也发现了一个同样的高度的区块的时候，你们就形成了那个区块上的这个竞争，同样高度上的区块竞争，你就有一定的概率会丢失掉你这个区块。为了让自己能够获得更高的收益，降低自己的区块被其他节点拒绝的这个风险，所以你要赶快广播呀。为什么其他节点当且仅当交易都是有效合法并且没有双重支付的才会接受啊？因为你相信其他诚实节点也是这么做的。只有这些交易都是有效的时候，那么你打包的这个区块才会被其他节点所接受。如果你打包的这个区不被其他节点所接受，那么你的努力是没有成果的。所以我们说，节点在做的这些每一步背后都有经济激励。最后，为什么你在创建下一个区块的时候，是要把被认为有可能合法的那个交易作为你的上一个区块？你能不能只挖自己的区块啊？是因为你做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你有可能会提升自己的固块率。每个矿工在出现新的区块的时候，他都可以选择拒绝它或者接受它。但是，因为每一个矿工他对于区块接受总是以先到先得的策略来处理的，他总是希望在最先接收的那个区块上进行工作。为什么呀？因为那个区块的结果，因为它最先出来，又因为它一出来以后就努力的想被其他的矿工所接受，所以它更有可能会成为共识的一部分，会成为最常见的一部分。
这个区块里打包的那些交易，更有可能就是这个账本里面真实的交易，而不是说你接受了，你要拒绝它，你要用另外一个版本。每次别人打包了一个区块，你都不接受它，你都想办法跟它竞争，因为一旦你输了这个竞赛，你打包的区块没有被接受，那么你还是要回到最长链，对吧？你还要重新处理和验证那些交易，你其实是额外付出了更高的成本的。在这样的机遇之下，矿工才愿意，这些节点才愿意按照刚才说的这些1、2、3、4、5、6的步骤，在经济激励的允许之下，去达成一个共识，来保护区块链账本的不可篡改性，让自己的记的账成为诚实账本的一部分。这里面每一个节点都需要去观察网络并独立决策，它一定要保持着对整个网络状况的清晰的认知，防止自己投票的时候投错了，被欺骗、被误导。在投票博弈中的信息的不完全，会降低自己的收益，会提升自己区块被别人拒绝的概率。因此，每一个节点为了让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它都需要去独立的去观察这个网络，去获得这个网络的全貌，去找到所有的参与的矿工，并和他们建立直接的联系。大家都需要对攻击这个网络、攻击这个账本的行为进行检测，并且有相应的对策，并且努力的去降低对于这些攻击行为的验证和披露的成本。当你作恶被发现的概率很高，并且作恶被拒绝、被惩罚的成本极低的时候，那么你就没有动力去作恶了，你作恶将得不偿失。也因此，我就说，我们如何防止这个区块链系统的人参与者作恶，如何防止他们做坏事，如何让区块链账本、让比特币账本成为一个诚实可信的全球唯一不可篡改真相之源。它的核心不是说我们为了防止，我打个比方，为了防止在交通这个路上的交通行为的时候有人违法闯红灯，对吧？然后你每个路口都安排警察端着枪，在他一准备闯红灯的时候就啪把他打死掉。也是假设每个人都是有作恶动机的情况下，你可能要付出超高的成本来防止作恶，得不偿失。你可以引入对这个体系的一点点的信任，假设每一个参与者都是善良的，都是守法的情况下，用什么呀？摄像头。我能抓到你作恶的证据，并且能对你进行惩罚，它对整个系统效率的提升的价值是更高的。因为我们相信，在长期重复博弈之下，最佳策略都是选择合作，选择验证，互相进行验证。这个模型是叫做 Trust and Verify。你们去网络上去搜索很多关于比特币的哲学的时候，会有一句话告诉你说，叫 Don't trust but verify， 意思是你不要相信任何人，一定要自己验证。这就是我说的，你需要让每个人就是背后都有一个执法警察拿着枪监督着你，你不相信任何人，
但这样做会极大的提升系统的整体的运行成本，达到的效果并不会比我们说的 trust and verify 信任并且验证来的，效果并不会比它更好，但是成本更高。因此，比特币区块链其实是使用工作量证明的这个信号机制带来了安全性。这个信号机制允许了无许可的加入。那么，作为一个矿工，作为一个交易处理服务商，我们自己就要做哪些事情？我们需要去观察这个网络，去看自己的算力占比和总算力的这个占比，看这些交易的总体的数量和手续费都是怎么分布的，我来决策说我应该打包多少的交易，我应该取什么样的费率，我应该接受什么样的交易，我应该拒绝什么样的交易。我要去看当前动态的难度，是吧？和出块，在我现有的计算能力下，出块的概率要进行计算。要去看其他合作的那些矿工，他们的选择的策略，就我刚才说，每一个诚实和不诚实矿工的策略都应该是公开的，都应该是信息对称和完全的。我们要去观察当前的那些区块头的状态，是否出现了竞争的区块，是否有出现分叉。每出现新的分叉的情况，我们都要去找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谁发起的这个事情，是我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我能不能和他直接取得联系，去获得他需要去分叉的这个原因，我去了解。如果我能抓到他给我的一个证据，告诉我说我拒绝了某一个区块被拒绝是因为他这个打包员打包了错误的内容，那么只要他能举证，我也应该切换。所以就有一些大家说是在区块链上有可能出现的一些，在挖矿领域有可能出现的一些竞争行为，包括竞争区块，就是在同一个区块高度上可能会出现两个不同的区块，不同的版本。这个时候，作为矿工，你的投票只能投给一个，所以你需要慎重选择。你的选择是决定了你愿意保护哪一个账本。还有包括藏块，藏块是一种攻击，它指的是有很大的算力，偷偷的挖了好几个区块，然后在别人挖出下一个区块的时候，他把之前偷偷挖的区块一次性放出来，来孤立对方。这种行为，它是有可能对这个网络生态进行破坏，有可能对其他矿工进行攻击的。但是这种攻击不是悄然发生的，它是有迹可循，可以被检测的。因此，攻击者是无法从这种行为中长期持续的获利。比如说零费用交易，有一些矿工可能会通过打包大量的零费用交易到自己的区块里，然后把这样子的区块广播给其他矿工，来占用其他矿工的资源。但是因为你的交易是零费用的，所以其他的矿工并没有动力去接受你的这个交易，因为他不能从接受你的交易跟你合作中获益。所以打包这种没有费用的交易，你把区块撑得无穷大，非常大的交易，只会增加自己的估块成本。因为当你的区块头发出来的时候，别人向你获取区块的时候，你这时候才把你的这些交易传给其他的矿工，而不是像我刚才说的，一收到交易，你的这个交易已经发到其他矿工的内存池里了。你需要在出了区块以后再做传输，因为网络条件的限制、处理能力的限制，这些传输它都是需要带宽的。它在比特币网络里面世界里面不存在所谓的广播行为，就是你在广场上吼一嗓子，然后其他人都听到了。
你的交易的传输、区块的传输依然是点对点的、顺序的，你依然需要再选择其他的矿工挨个的把这么大的区块传递出去。所以你要传递的对象越多，你的成本越高，你的这个交易的所需要的，就是你的这个区块传输所需要的时间成本也越高，也就意味着你被其他矿工所接受的那个时间就会越晚，你的收益相对的就会越低。你也不可能用一个超越网络处理能力的超大的区块来想办法冲击这个网络，因为所有的矿工都是以自己的验证能力为出发点，我只会在我验证完毕以后才会开始打包下一个区块，才会开始在你的这个大区块上进行投票的。为什么？因为我没有验证完毕你的所有交易，我是不能确定我打包的那些交易里面是否有非法的、双花的，跟你原先的这个超大区块里的那些交易有冲突的交易的。我只有先验证了你的账本，让我们大家的账本到达一个共识的一致性的状态下，我才可能在这个基础之上获得手续费。因此，如果是网络上出现一个超大的区块的话，它的验证的成本也会提升。你要选择在哪个区块上投票，也许有的矿工他验证的慢了一点，他可能就会推出一个跟你一样的竞争区块。但是我们所说的竞争区块，并不仅仅是出块时间的先后，大家并不是去接受先传递过来的区块，先发现的区块。每个节点其实是在最先被验证完成的区块之上进行投票的。因此，特大区块这种，它是一个很有趣的激励行为。首先，它里面可能会有很高的手续费；其次，它有可能被估块。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区块中的交易又会被其他的矿工所拿到。每个人都有能力通过把这个原先的这个特大区块中的交易打包到自己的竞争区块中而获益，所以这也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你有很强的处理能力，没错，你可以打包超大的区块，把这个区块中的所有的手续费拿到一个超高手续费，也没错。但是你依然也要考虑这个网络的平均的验证水平，得让你自己恰好的处在多数派一种当中。所以在这样的博弈之下，每一个矿工都会尽力的努力的让自己的处理能力，让自己的盈利水平超过平均值。首先你要观察平均值，其次是努力超过平均值，你不能超过平均值太多。但是因为在这个市场的参与者中，每一个矿工都在努力的让自己的网络带宽，让自己的处理能力，都去超越平均水平，就导致了平均水平会不断上涨。因此我们才能得出结论，在这样的一个挖矿和博弈的激励之下，我们的区块才会满足现有的需求并不断增长。所以今天我可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讲了区块头的链条，对吧？讲了节点是怎么运作的，讲了这中间的工作量证明的共识是怎么产生的，讲了斯塔克伯格博弈，讲了背后的安全性和可检测性、公开性，以及最后的经济激励的这个原则。以上就是我想讲的
所有内容。然后下面可以开始举例子。好，这是思考题。如果在一个比特币矿工网络里面，诚实的参与者是占多数的，但是呢，有很多参与者未必是主动的，他是很被动的，他不会做主动选择。这时候如果有一个双花攻击发生了，那么你作为矿工，你该用什么样的策略呢？这个双花攻击就是你接受到了一个交易，和其他人接受的交易的版本是不一样的，你该打包哪一个版本？你怎么知道你接受到的版本和其他的人的版本不一样，对吧？你要先发现跟别人是不一样的，然后这时候你是要坚持你原先最先看到的那个版本，还是去坚持其他所有人看到的版本？在这里我们可以假设，如果诚实参与者是多数的，大多数人是诚实的，对吧？但是有些参与者可能是很被动的，他不会主动去观察你到底是双花是攻击或者什么，他就是傻傻的跟着最长链，哪个链条最长我就跟着哪条最长链去继续的挖了，我就不判断双花攻击，我就只跟随最长链。在这时候，如果我作为矿工的话，我的想法就是，首先我可能会坚持一个诚实的挖矿行为，因为网络上出现了双花，而这个双花是被我自己检测出来，它确实能够证明是个双花，这个很重要。它不是说网络上同时出现了两个竞争的交易，你不能确定哪个是双花，哪个是攻击的。它往往是我确定的知道某一笔交易已经在全网广播了，已经被所有的记账员、所有的矿工都接受了，但是这时候突然间出现了另外一个区块，它包含了一个双花攻击。在这种时候，我能够确定它是一个攻击行为很重要。我对这个确定的行为，我有个置信区间，我有个百分比。这百分比怎么来的？是我收到了这个交易，我把它广播给其他的挖矿的这个节点的时候，这些挖矿节点都告诉我他接受了这笔交易。当所有的记账员都告诉你他接受了这笔交易的时候，这个交易没有理由不出现在下一个区块里。但是如果事实上它真的出现在下一个区块里的话，这个事情就是因为 BSV 网络的它的区块，它的这个算力目前还是比较小的，很多人都说在这种情况你就不安全了。你算力小，如果说这个那些挖 BTC 的矿工有其他的计算机，它切进来，在你这捣乱，对吧？给你双花一下，你不就垮了吗？你怎么说自己是安全的呢？我该采取什么策略？我该采取的策略是，一旦出现竞争性的攻击的时候，我发现有双花，我马上我停止跟随最长链，停止跟随攻击者的链条，因为我知道它是攻击行为。我需要先检测出来这是攻击，这是第一点。第二，我向其他合作的诚实矿工去提交这是攻击行为的证据。那是什么呢？是这样一个交易，它和原先我们接受的交易有冲突，并且我原先在和其他诚实矿工沟通的那一个版本的交易是已经被其他的那些矿工都认可的、都接受的，没有发现双花行为的交易。然后我就坚持走诚实的账本的路线，我和攻击者就产生了分歧。而一旦产生了分歧的工作量证明信号以后，所有诚实的矿工都会聚焦过来。那么这个账本就分裂成了两个账本，一个账本是诚实的账本，另外一个账本是攻击者中间有双花的账本。好，决定权在谁手里？决定权在所有接受账本的生态手里，所有的钱包交易所、商户，他们都会选择
自己应该跟随的账本。所以每一个参与者，每一个生态参与方去观察区块链上发生的这个区块头的分叉的信号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能通过这样一个昂贵的工作量证明信号来发现这个网络上出了问题，然后你可以主动的去了解发生了什么问题。但是它并不意味着一发生了这种攻击的行为，整个产业所有的钱包、所有的商户都要停摆，大家都要等到你们两条链条决出了谁胜谁负为止。不是的。为什么？因为每一个商户他只关注自己收到的那一个交易是不是有效的，所以如果区块头发生了分叉，而你作为商户，你的交易被两条分叉同时都接受了，那么你不管谁最终胜出，对吧？你的记账行为总是安全的。所以绝大多数生态它将一知道发生了分叉行为，二开始在验证自己的交易接收的交易的时候，会向两条分叉上的存在的矿工同时做查询，他希望自己的交易被不同版本的账本同时记账。我刚才说区块链是账本，比特币是数字签名链条。你的数字签名链条在哪个账本上记账并不是那么重要，你只需要它能够在最终记下来就完成了。因此，只有矿工会特别在意这样的选择，因为矿工投票投错了，他将失去所有。只有被双花的、被欺诈的参与者特别在意这样的行为，他将努力举证自己被骗了，努力提供数字签名的证据，对吧？所以，即使是现在你说哈希的这个计算能力、算力偏低，并不代表是说这个区块链不安全，并不代表是说它很容易被攻击。它是取决于这种攻击，它一定必须是公开的攻击，很容易被检测到。它不是说你的计算能力越强，你计算能力非常强，你说的就算数，不是的，它只是说你对外吼出去的这个工作量证明的信号足够强大，让更多的人会关注到你的选择而已。但是你依然要诚实的记账，因为你的不诚实的行为被揭露出来的成本是很低的。好，再举一个例子，如果政府要求收回一笔被认为是赃款的交易结果，对吧？我们讲区块链不是法外之地啊，是吧？政府说这个你这个记账行为不行，对吧？有一笔钱是赃款，要追回来，这个很合理啊。你买了所房子，对吧？这个房子用的是区块链记账，然后你的钥匙是通过区块链上面的这个交易来开锁的。假设这么一个场景，某一天你的钥匙丢了，然后是不是意味着说，在这个时候你的房子就丢了？肯定不能这样吧。你对财产的产权是有法律保护的，你让渡了自己的暴力的特性，把自己的这个使用暴力的这个权利交给了暴力机关，换取了暴力机关
对你的产权的保护。这种保护是强制性的，是法律。所以，如果政府要求要回收这样一笔结果，对吧？那么，首先可能它需要让全球所有的记账员都认可这样的结果。那么这些记账员他凭什么认可这样的结果呢？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受自己当地法律的管辖。这是一个执法全球化的一个时代。如果这样的一个结果在不同的法律管辖区内都可以得到认可和支持的话，那么当地的矿工、当地的记账员要满足当地的法律，要遵守当地法院给他发出来的通知，你需要去遵守什么样的交易行为，你需要把这个房子的钥匙给回收回来，交给房子的主人。这个行为关键跟刚才的安全性是一样的，它必须是一个公开的行为，你不能是由某一个法院悄悄的暗搓搓的就把这事儿给做了。也正因为此，它是受到了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监督，对吧？你不能悄悄的做坏事，哪怕你是这个集权专制黑暗的政府法院，你都要受到公众的挑剔和审判。那么你的这个行为是否能够得到全体节点的认可，被那些节点所在的管辖区所认可，你就需要在不同的法律管辖区下获得合法的证明。这中间依然会遇到有成本的问题，有沟通成本的问题，但是在比特币的这种账本体系下，这个成本应该会降低，因为它的全球的这个网络通达率是很强的，不同的矿工和它对应的执法管辖区的联通应该是更容易的，这个体系是可以更容易更透明，可以被审计的，是一个更可信赖的体系。所以，即使我们认为执法机关、政府有可能会对非法行为进行打击，你作为个人，作为普通的参与者，又是不用太担心你会被全球的执法者所针对的。我们毕竟还是要相信公正，对吧？相信良知。好，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